如果你近嚟有睇地產新聞嘅話，可能都發現私樓租務市場不外乎就係加租、零議價，甚至係連六成交。簡單啲嚟講就即係旺。其實你見到中原城市租金指數 CRI 由2023年開始，其實竟然係不斷咁升緊。有好多人講乜香港而家唔係經濟好差嘅咩？乜香港唔係已經成為咗國際金融中心位置啦咩？乜唔係好多人失業咩？乜唔係移民潮咩？咁個租金又點解會升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其實樓市不論喺買賣同租務市場嘅升跌都係好簡單，就係供求關係。當供不應求嘅時候，大家都願意俾多少少錢去買樓或者租樓。如果供過於求嘅話，你都有權傾多少少個租金減幅啦。但畢竟租金係一個現金流支出，其實加到一個極限就會停。不過今年嘅加租幅度似乎比我年初預測嘅時候更加快、更加強。究竟香港點解喺咁惡劣嘅環境下都仲可以有一個咁嘅租金升幅呢？我會喺呢條片為大家分析翻加租嘅根本原因。想知道嘅你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，因為呢條影片有好多重要嘅內容，並會扭轉你嘅思想。同時，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，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。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，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分享唔同心法同技巧，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質素，並揾到合適你嘅投資方法，令你走最近嘅路，更快咁達到財務自由。喺度首先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，都能夠了解到香港經濟最真實嘅一面。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。租金嘅升跌不外乎都係市場上面業主同準租客去協議嘅普遍價格，普遍嘅人願意俾貴啲錢去租同一樣嘅單位，個租金就會升，反之亦然，就係咁簡單。如果你有留意租務市場嘅，都會發現而家好多熱門地區嘅租金其實喺度搶升緊，而且都升得幾快。喺度我又煩請翻郭少雲出嚟，畢竟第一城不但買同租都係熱門地區，我亦喺2月嘅影片已經為此作出分析，絕對有比較嘅作用。由2月1日放租沙田第一城4間兩房嘅新聞，到3月12號全數租出嘅新聞，事隔1個多月，時間上就不過不失啦。但係個重點係佢竟然加租都仲有人租，比我之前預計嘅14,000蚊仲多咗足足成1000蚊。計翻當時我截圖喺2月1號之前嘅租金成交，同我而家最新嘅截圖顯示，喺1個幾月嘅時間，第一城細兩房少於13,000蚊租金嘅比例已經少咗好多。再拎早少少嘅時間，即係我1月出嘅呢條片講到有關沙田第一城嘅租金，2024年12月嘅時間平均租金都係13,000蚊左右。其實而家過咗3個月都冇嘅時間，平均租金已經多咗幾百蚊，其實係加得好快。而家個問題就嚟啦。喺留言之中有好多人都覺得香港經濟好差，有移民潮，經濟差到多咗好多吉鋪，外資撤資，點解會喺2025年嘅私樓市場個租金會升得咁快又變翻旺呢？究竟係業主變晒做吸血鬼，定係香港經濟已經變好？而家我就慢慢同你一一拆解。首先，大家唔好將業主妖魔化咗，覺得佢哋係吸血鬼。其實呢幾年做業主要受嘅壓力遠遠大過一般人。一嚟加息，佢哋供樓要支付嘅利息變多；二嚟香港嘅經濟都唔好，佢哋仲要減租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個租金係比之前減咗，仲要而家都未去翻最高位。唔信嘅話，你可以睇下 CRI， 其實同2018年嘅高位仲有少少距離。首先講翻香港嘅經濟環境。由2018年打後，其實冇一段時間可以用好嚟形容過。由2019年嘅社運，去到20至22年嘅疫情，再到23、24年嘅高息環境，都唔係一個好好嘅環境。但係啲人硬係要用經濟好嘅時間嚟比較而家嘅香港，其實真係講唔過去。成日放大香港條街有幾多吉鋪，其實又有咩意思呢？最緊要都係睇大家有冇公開同揾唔揾到錢啫。香港而家嘅經濟環境只係唔好，但唔係叫差。由20年疫情開始到22年第5波疫情，其實先係香港嘅最差時間。
你都可以比較翻而家同當時嘅失業率都已經差好遠。當年人人都講香港03年係經濟谷底，但係香港要去到4年後嘅07年先去翻經濟好。咁04到06年的確唔係幾好，但係都唔係好差。咁你又覺得而家同04至06年又係唔係有一個好類似嘅情況，只係回勇需要時間呢？其實香港有啲獨特嘅地位係不變。香港喺以前一個又一個嘅難關都捱得過，而且之後做得更加好，係唔係要嚟到我哋呢一代嘅人就唔得呢？我相信唔係。但有係都要堅持香港冇晒獨特地位嘅話，其實都只係悲觀情緒主導。因為我覆佢哋嘅留言嘅時候，發現佢哋多數都唔係用數字説話，而係情緒上嘅威脅為主。做投資者講嘅係數字同合理嘅預期，所以而家就用數字同你講點解租金可以升。講翻數字，又用翻 CRI 嚟計，而家比2018年高位低咗少少。再俾埋第一城喺2018年嘅租金你睇，其實都係13,000至15,000蚊，同而家基本上係一樣。但你要搞清楚一件事，就係你要知道租金嘅來源，因為住宅單位係適合邊一類嘅租客，嗰一類人嘅住屋開支就自然會成為咗嗰類單位嘅租金收入。而俾到幾多錢做租金，就要睇翻嗰類人願意拎幾多錢嚟交租。佢哋嘅人工升就自然拎到更加多嘅錢嚟交租，就係咁簡單。但係你覺得2018年到依家佢哋嘅人工又有冇可能冇升過呢？我相信係冇可能嘅。唔相信嘅話，你自己睇翻同一類嘅工作嘅人工係升咗幾多，你就會知道。喺度又拎翻我最中意嘅公務員薪級表嚟計數。咁大家都知道2025年嘅公務員係凍薪嘅。喺呢度我加翻2025年先。同時物業係唔會自己對租客嘅級數升級嘅，所以計租客可付租金嘅時候，我係唔會計埋跳 point 落去嘅。睇翻2018年嘅時候，對應翻13,000至15,000蚊嘅 point 就係 point 1至3，咁樣計而家嘅 point 1至3嘅人工就已經係15,000至17,000蚊，其實已經加咗多過一成，亦代表因為種種嘅情況下，住宅市場嘅回報仲衰過人工升幅。亦代表做租客對租金嘅實際負擔係低過2018年唔少，但係做人係唔係要繼續睇到咁淡？咁就當然唔係啦，因為經濟永遠都只係週期，總有一日會回勇。你而家講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為止，打算棄港頭尾時，恒生指數喺2025年到依家3月中已經升咗26%，而美股反而仲要跌。你而家仲講移民潮，但係香港人口已經由低位回升，你仲講緊經濟唔好，好多人失業嘅時候，睇翻個失業率其實已經唔高。咁請問你自己身邊又有幾多個人冇公開或者減人工呢？真係冇公開嘅，其實都係建造業，只係個別行業嘅現象。講到點解建造業冇公開，咪又係因為樓價跌。我喺呢條片都講咗，發展商係同你慢慢起樓，因為商人係唔會做啲冇錢賺嘅生意，就係咁簡單。但係而家現實就係赤裸裸咁話俾你聽，而家嘅租金係有價有市，同時物業市場開始回復理性同變旺。而呢幾年都冇加過租，甚至減咗幾年嘅情況下，租客嘅工資普遍都加咗唔少，租客當然有能力去支付更加高嘅租金，從而搶高翻個租金啦。所以租金而家升完，絕對仲有上升嘅空間。睇到嚟呢度，如果你仲覺得經濟無限咁差落去，同時你又係一個香港人嘅話，係唔係應該要考慮點樣去貢獻自己，令香港更加好，而唔係喺網上做鍵盤戰士呢？其實我見到香港反而係有一個機遇，因為香港經歷過社運、貿易戰、疫情到最近嘅高息環境都仲捱得住。其實香港喺呢幾年都唔算太差，只係高息環境下令香港資金外流。唔流走嘅，因為定期回報仲高過收租，導致啲人做定期就得，都唔需要拎錢去投資。而家減息週期已經來臨，
去到一個臨界點，鎖死喺定期嘅大量資金就會流翻晒出嚟投資。而家嘅加租潮同埋預期減息，投資活動未來都會慢慢活躍翻。幾年嘅跌市更加令政府成功設立絕跡咗多年嘅公平個租亦重現，只係好多嘅香港人仲保持喺一個悲觀嘅情緒，唔相信香港已經喺度慢慢變好緊。最後想同大家分享翻03年香港經濟低潮後嘅04至06年，大家都唔係覺得經濟好好嘅啫，但到07年嘅時候，個個都變晒做魚翅撈飯。21至22年嘅香港經歷過經濟嘅低潮，到23至24年，香港喺高息嘅環境下都捱得住，而家何嘗又唔係一個機會點呢？不過信不信由你，市場喺未來就會將個答案話俾我哋聽。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，感謝你費時將我哋嘅影片睇完。如果你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，記住訂閱呢個頻道，俾多個 like 我，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。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，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。我哋下次再見面啦，拜拜。